阿里的2场苦战。新来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往期精彩的内容。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成立于1999年的阿里巴巴，今年进入了它成立的第24年。新出炉的财报描摹出它现在的模样。2月23日，阿里巴巴发布的2023财年 Q3， 截至2022年12月末，财报显示，当期2477.56亿元的收入，同比增长 2%， 457.46亿元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38%。但这主要来源于阿里巴巴上年同期对数字媒体及娱乐分部进行的接近225亿元的商誉减值。回望其走过的24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 CEO 张勇当天表示，过去阿里把握住了面向消费互联网的中国电子商务，以及面向产业互联网的中国云计算这2个历史性机遇，但在这2个领域，阿里如今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美股2月23日，阿里巴巴股价收于 94.16 美元，降 0.65%， 相较52周最高点缩水 25%， 总市值约2493亿美元，云业务增速放缓。2023财年 Q3， 阿里巴巴云业务收入 201.79 亿元，同比增长 3%。在上一个季度，阿里云收入的同比增幅是 4%， 更前一季度这个增速为 10%。 而在2021财年 Q3， 也就是2年前，阿里云的收入增幅更是高达 50%。 当然，这还不是它收入的最高增速。盈利方面，阿里云当期经营亏损 14.95 亿元，比去年同期收窄 30%， 当期期经调整 EBITDA 利润率为 2%， 比去年同期提升1个百分点。它也是阿里巴巴内部继中国商业之后，这一指标唯一正向的业务。张勇在2月23日举行的电话会议中表示，当期阿里云业务中，公有云增速为双位数增长，混合云的收入受疫情下项目延迟等因素影响有下降。从行业来看，金融、教育、汽车等行业增速较快。财报也显示，抵消跨分部交易的影响后，当期阿里云来自非互联网行业的收入同比增长 9%， 占总收入的 53%， 而来自互联网客户的收入同比减少 4%。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混合云客户多为大型企事业单位，这些机构因疫情而缩减了开支预算，许多订单延迟或者削减，因而整个混合云市场受到了冲击。除了业绩增速放缓，在上一季度阿里云备受外界关注的，还有去年12月的香港机房宕机事故，以及之后所做出的高层人事调整。阿里云原 CEO 张建峰卸任，张勇亲自下场接任这一职务，并直接分管钉钉。张勇在上述电话会议中谈到这次人事调整时表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正是因为云计算是阿里巴巴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之一。他还认为，阿里云是阿里全面扎根实体经济、服务数实融合的基本支撑。阿里云在中国公有云市场一直占据领先优势。IDC 对去年上半年公有云 IaaS 加 PaaS 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阿里云当期以 33.5% 的份额位居第一，第2名华为和第3名腾讯的份额都约是其1/3，但阿里云与对手的差距在逐步缩小。2021年 Q1， 阿里云在上述市场占据 40% 的份额，当期腾讯和华为分列第2、3名，但份额约是它的1/4。张孝荣认为，未来几年公有云市场增速放缓，规模将到达天花板。此外，由于美国禁令所限，公有云厂商未来在算力方面可能面临瓶颈。他还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目前云计算成本依然偏高，如何降低成本，提供更廉价的云服务是行业面临的头等问题。不过，张勇当天提到了 AI 带来的云计算新市场，他表示，生成式 AI 正在发起颠覆性突破的时代，算力的支撑必不可少。我们将一方面继续全力构建好自己的预训练大模型，另一方面全力抓住市场机遇。
为市场上的多种模型和应用提供好算力支撑，本地生活仍在苦战。除了云计算，面向消费互联网的中国电子商务也是张勇提及的机会之一。提到电子商务，不能不提占据阿里巴巴近70%收入的中国商业。2023财年 Q3， 它的经调整 EBITDA 利润率为 34%， 是阿里巴巴最盈利的业务。但中国商业眼下正面临着增长瓶颈，当其他收入增速下降 1%， 也是连续第3个季度出现这样的成绩。除了中国商业，本地生活也是消费互联网的重要一环。2023财年 Q3， 阿里本地生活 131.64 亿元的收入，同比上涨 6%， 经营亏损 54.73 亿元。财报显示，当期阿里本地生活服务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持平，其中到家业务饿了么持续录得正 GMV 增长，到目的地业务受疫情影响，整体订单量于12月份则有所放缓。不过今年1月高德和飞猪的业务已经有所回升。阿里财报对本地生活业务的描述里没有提及口碑。近日有消息称，饿了么的到店业务原口碑将并入高德，到店业务负责人张亮从向于永福汇报，改为向高德 CEO 刘振飞汇报。有阿里内部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确认了这一消息。他还告诉记者，这并不是最近的事，高德的周边功能一直是有口碑在做。2021年7月，阿里宣布组织架构调整，将基于地理位置服务的3大业务，即高德、饿了么口碑和飞猪组成生活服务板块飞高了，由阿里本地生活 CEO 于永福分管，向张勇汇报。据记者了解，当时商家资源、消费者评价等口碑的核心资源就已开始接入高德体系，而目前口碑业务主要是为用户提供周边餐饮、娱乐等门店的到店套餐团购。事实上，自2008年收购口碑网开始，口碑曾进入过淘宝、支付宝、饿了么等阿里系的多个业务场景，但口碑并没能成长为另一个大众点评。这也侧面反映了阿里巴巴在本地生活战场的苦战。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口碑并入高德，一方面在于口碑业务做得不太好，烧钱太多，另一方面随着抖音发力本地生活，阿里需要集中资源，把2块相近的业务合并。高德被阿里巴巴寄予厚望。张勇曾在2021年8月的阿里巴巴季度财报会上表示，希望到本财年末至少有1亿名用户在高德地图内完成过基于目的地周边各种服务的交易。阿里2023财年 Q2 财报中也曾披露，由于高德带动，其到目的地业务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迅速。2022年国庆假期，高德的中国日均活跃用户达到超过 2.2 亿新高。李成东认为，阿里在本地生活的主要投入还是在外卖业务上，到店的产品和服务缺乏前端流量，没有场景。不仅是阿里、京东、唯品会、拼多多这些公司都做不了，说明一家公司还是有业务边界的，尤其是电商公司。